今天介绍2024最新西班牙恐怖片《罗卡福特站》，好奇释放了恶魔，恐怖氛围拉满。话说，在1999年的巴塞罗那，一家4口被老莫劫持为人质，他们正在地铁里穿行，警察大卡和杰克就紧追不放。在这个地下隧道里，随时会有地铁经过，老莫突然命令一家4口全部跪在铁轨的中间，然后他大声地对着空气说话。Я все сделал! Исполнил твою просьбу! Приноладьте! Покажи! 接着老莫跪了下来，用手摸了一下铁轨，手上马上沾满了黑色粉末，然后走到4个人的面前，把黑色涂抹在4个人的面颊上，口里还念念有词，看着十分的瘆人。这时警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老莫更加的着急，于是举起手枪对准丈夫就是一枪，接着对着妻子也是一枪。2名警察听见枪声立即向总部汇报，然后快速赶往事发地。最后当老莫用枪指着小男孩时，旁边突然出现了一只老狗，渐渐那只老狗的眼睛先是泛白，接着小女孩的眼睛跟着泛白，这就太诡异了。老莫跟着就是一枪，小男孩应声倒地，警察大卡拼命的往前跑。可是这次大卡却犯了错误，要不是他拼命的抢夺枪支，那颗子弹是不会凑巧打中小女孩的。杰克赶来后就是这样认为的，大卡也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这一自责就是24年，时间来到了2024年。看完这一幕，我比较喜爱的西班牙恐怖片《他来了》也是密码、黑暗诅咒、诡异圣母、心狠阿飘、有暗的地铁隧道，这毫无疑问值得一看。那么大卡在20年以后能否破案？接下来故事又将如何演绎？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自从那件案子之后，大卡就离开了警队，现在的大卡就是靠着酗酒和服用精神方面的药物维持着。他喜欢喝一种来自中国的红色药酒。画面一转，劳拉是地铁新来的一名员工，就在罗卡福特站负责客服工作。他的工作其实很清闲，在地铁乘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有事情做。到了下班的时候，他会到地铁司机皮特的驾驶室坐一会聊聊天，皮特就告诉劳拉，千万不要信这个罗卡福特站有什么鬼魂之类的传说，那些都是针对孩子的恐怖故事。某天晚上，在一条铁轨的中央，走来一位老妇女，很明显她不想活了，然后把外套脱掉，接着又跪了下来，把一颗糖塞进了嘴里。司机路易斯幸好及时把地铁停了下来，他看见了诡异的一幕，那名老妇人的身旁出现了一条老狗，没错，就是片头的那只老狗，车头都是血，不过那名老妇人的手竟然还动了一下。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死了。大卡正好在中餐厅吃饭的时候看见了这条新闻。下班后，劳拉来到酒吧坐一会，恰巧同事艾琳也在，两人就聊起来了今晚自杀的事件。艾琳反正是见怪不怪，这个地铁站下面已经发生了多起死人事件，各种类型都有。艾琳觉得这是个诅咒，劳拉表示不相信这些。皮特就拿了一瓶啤酒给劳拉喝，3人接着聊天。从那以后，劳拉在上班的时候能听见外面发出巨响，可是等他走出去时啥也没看见，但是监控画面却显示了不稳定。劳拉于是就往地铁站台的那一层走去，然而地铁司机路易斯跟着他往下走，劳拉竟然没有任何的察觉。当他有点感知的时候，回头一望已经迟了。路易斯纵身跳入铁轨，正好地铁快速驶来。哎呀，这也太惨了！之后劳拉都吓懵逼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已经是他看见的第2起死亡事件，第1起那个自杀的老太婆只是看见了后半场，而这起可是看见了全过程。劳拉心灵所受到的冲击完全是不一样的。她站起来要跟领导告别的时候，她竟然看见路易斯就在领导的身后，吓得她大叫起来，可是路易斯瞬间就不见了。难道这是幻觉不成？艾琳听见尖叫声就走过来安慰他，两人渐渐成了好友。一日晚上，劳拉走到站台一侧，她看见对面站台上的一对夫妻，立即跳下了铁轨，吓得劳拉顿时醒来，原来她是在做噩梦了。这时她听见厨房有动静，于是走了过去，看见有个男人正在煤气炉子要煎蛋。等她转头一看，可把劳拉吓坏了，可不就是那个自杀的路易斯吗？
而且还两眼泛白。接着路易斯变成了一条老狗，没错，就是那只神秘的老狗，一直瞪着劳拉看。这时炉子燃起了大火，下一刻房东托尼两口子听见动静冲了出来，把炉火灭掉，差点引起火灾。两人把劳拉臭骂了一顿。另一边，大卡这20年也不是啥事也没有干，他一直在暗地里调查这些死亡的事件，但是一点头绪也没有。由于劳拉的精神有些紧张，就被单位强行放假几天。他闲着无聊，就来到了一家旧书店，无意中翻看到一本书，在里面讲的正是24年前那一家4口被杀的事情，而且还着重讲了大卡这名警察的事迹，这就引起了劳拉的强烈关注。他直觉告诉他，这些发生在罗卡福特站的离奇死亡案件是有关联的，于是就决定对这个车站的传闻开始调查。首先他就找到了地铁司机托尼，也就是他的房东，想问他是否知道那些人在自杀后有什么诡异的现象。托尼当然不想告诉他，也没有什么可告诉的，勒令他1个月之内找地方搬走。这时艾琳走了过来，劳拉就让艾琳陪他去见大卡。随后两人七拐八拐的找到了中餐厅，恰巧大卡就在那里喝着汤，他就喜欢吃中国菜和中国酒。大卡对于劳拉拿着书来找他已经见怪不怪了。随后双方谈成，劳拉支付100欧元，大卡就会跟劳拉谈谈当年的事情。接下来劳拉就表示，自从目睹了死人事件之后，他经常做噩梦，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和休息。大卡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或者介绍个针灸给他扎一下。然后两人就谈起24年前那晚发生的事情，谈了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连大卡自己都不清楚原委。至于后面的自杀事件，就要找地铁司机详细了解情况才行。不过他觉得横跨20多年的多起死亡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应该是一个诅咒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太晚了，大卡就答应明天两人再见面聊。第二天两人见面后，大卡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劳拉目睹跳轨自杀的路易斯住址，毕竟大卡做过警察，很快找到了开门的钥匙。两人进去后，由于房间比较大，两人就分头查看。没想到劳拉这边还遇见了一只鸟撞死在他的面前，如果这只鸟不是户主养的话，那就是更加的诡异了。大卡见状就去给他倒一杯水，劳拉就吓得坐在椅子上发呆。大卡在接水喝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块神秘的塑料布蒙着一面墙，大卡掀开一看，哎呀，可把他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因为墙上贴满了关于罗卡福特站死亡事件的资料，里面还有好几张都是他没有的，尤其是那晚的杀手老莫对外号称黄线杀手的资料，他给忽视掉了，因为考虑到警方已经抓获他，他就没怎么关注了。随后他就把那些资料拿走了，然后带着劳拉离开，他要去见一个人。随后劳拉就坐地铁回去，可是他又出现了幻想，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托尼和他老婆就赤身裸体的站在他的面前，然后自杀身亡，这可把劳拉吓跑了。恰巧皮特经过就扶着他到自己的驾驶室内，一边开着地铁一边安慰他。皮特再三表示这些都是都市的传说而已，千万不要相信，否则他就不可能还在这里工作。之后大卡找到了以前的搭档杰克，他们已经有24年没有见面了，现在他已经是警察部门的高官，大卡是来寻求帮助的。当年的那个老莫后来因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所以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杰克对那个地铁站之后发生的系列死亡事件也没有过多的关注，不过他在看见大卡不停的酗酒，再加上他一直以来就认为大卡有点偏执，还在服用药物，就认为这是大卡故意把这些系列事件凭空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串联的。两人又发生了争吵，杰克要求把当年的那些审讯记录给他看看，杰克答应只给大卡看3天，3天之后必须原样返还。随后他和劳拉一起听了这些录影带，老莫审讯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说一个神叨叨的话题，意思是有个神在指使他这么干的，还提到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见到的那只老狗，这也是老莫后来被鉴定为精神病的原因之一。而这只奇怪的老狗劳拉可是在幻象中出现过，为此他大吃一惊。大卡一直为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这等于是毁了他一生。现在他们还是从路易斯开始查起，当年他还是一名大学生，通过查阅图书馆的资料，有一本书被他借了11次，两人好不容易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那本书，里面出现了一种奇怪造型的狗项圈。当劳拉看得正认真的时候，出现了幻象，又是番茄汁又是路易斯的人头，吓得劳拉狂喊不止，还好大卡及时制止了他。大卡仔细看后觉得项圈的上那个带刺的骨头应该是个某种生物，另外他还看见了一页专门罗列出来的密码文字，他想起了当年那一家4口的脸上就这样的图案，直到今天大卡这才明白那是有含义的，
就这证明老莫不是简单的精神病杀人案。他觉得有必要跟老莫见一次面，于是通过杰克的关系，他们俩见到了在精神病院的老莫。这家伙对于大卡的出现顿时来了精神，而且看见劳拉后就认为他们是老相识了。劳拉也觉得他的确神经兮兮的，老莫就神叨叨的讲着一些听不懂的话语，接着用头使劲的撞击桌子，接着他口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丹尼尔，这是他心中的神，而且丹尼尔已经看上了劳拉，很快要对他收紧交错。他也知道了两人为何而来，原来在1989年，老莫那会还在墨西哥，他是一名传教士。一天他参加了一位叫丹尼尔的驱魔仪式，据说丹尼尔已经在村子里搞事情，后来就被捆在床上，现在似乎已经死去。老莫就开始做起了驱魔仪式，无意中在他的手中看见用骨头做成的项圈吊坠，他一看到这个东西就禁不住的把它拿走了。他在上车的时候似乎看见了丹尼尔的鬼魂，大卡就想知道吊坠现在在哪里，老莫就是不说，表示我说了丹尼尔会杀了他。气得大卡使劲揍他，老莫笑着告诉劳拉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很快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叫来警察把大卡抓起来，还好杰克出面担保了大卡，这才得以释放。到了半夜，老莫用牙齿咬断了手腕上的血管自杀了，那条老狗还出现了。另一边，大卡就在中餐馆喝着酒，他就估计那天晚上肯定是被老莫弄掉在罗卡福特站下面的地铁里。与此同时，艾琳看过一张旧报纸，上面刊登在罗卡福特站下面还有一个神秘的仓库，用来存放当年一个游乐场的设施，就把这些告诉了劳拉，而劳拉就打电话告诉了大卡，他们三人约好去那个仓库寻找吊坠。看到这里有点恍然大悟了，如果老莫没有撒谎的话，后来地铁站出现的系列死亡事件的原因就是跟那个神秘的吊坠有关系，也就是跟丹尼尔这个阿飘有关系，甚至劳拉都已经被阿飘瞄上。随后三人找到了那间神秘的仓库，这里的面积很大，他们一进来就出现了奇怪的动静。走着走着，大卡回头一看，劳拉和艾琳消失了。其实他们俩并没有消失，他们就在后面，不过处于另外一个平行空间。而在那个空间里，大卡是消失的。劳拉开始慌张，不停地叫着大卡的名字。艾琳表示应该是老卡迷路了。劳拉越听越紧张。突然前方出现那条老狗，劳拉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老狗向前走了几步，吓得劳拉回头寻找艾琳，可是她也不见了。正在她茫然无助之时，艾琳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抚摸着劳拉的肩膀，脸上充满了诡异的笑容。两人继续往前走着，突然艾琳的脖子上出现那个项圈吊坠，她被那个叫丹尼尔的阿飘附身了，吓得劳拉转身就跑，可是她又被阿飘堵住去了。现在她前后被夹击了。随后劳拉被艾琳拖进了地铁的车厢，劳拉鼓起勇气找到机会跟艾琳打了起来。哇塞，没看出来了，劳拉也是一位狠人啊！艾琳就这样领了盒饭，接着她看见了那个吊坠项圈，高能警告千万不要拿，千万不要拿。可是劳拉还是把它捡起来了。最后劳拉拿着棍子使劲往前跑去，终于回到了原本的空间，找到了大卡，然后开始神叨叨的讲话。大卡看着劳拉紧紧的拿着那个棍子和身上的血迹，渐渐意识到有些不妙。突然两眼泛白的艾琳出现在大卡身后，把大卡打晕，但是劳拉却不见了。不过艾琳就开始猛击大卡，她一会是艾琳，一会是劳拉的。这时巡逻的人员经过，劳拉就赶紧跑了。大卡最终还是被送进医院急救。杰克接手了这个案子，也是满脸狐疑啊。随后警察去抓捕劳拉，当他们进入到房间时，劳拉早就不见了，但是托尼夫妇却死在了浴室里。劳拉逃到了梅姨的家中，他们是亲戚关系。劳拉的手里依然拿着那个项圈吊坠，在镜子里竟然会出现艾琳的样子，接着又出现那个叫丹尼尔的阿飘。影片到此结束了，估计还要拍摄续集。我认为本片拍摄的非常棒，满分5星我给打分4星，恐怖氛围的营造那是一流的。这个都市的传说也是有头有尾，做到了闭环。这里的诅咒来源于那个古老的项圈吊坠，它一直在传承下去。丹尼尔是他最新的保护鬼，后续的保护鬼依次出现，那就是艾琳，未来的继承鬼就是劳拉。故事的想象空间完全被打开了，恐怖氛围拉满了。这里面的演员都是西班牙近年大火的明星，演技可圈可点。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